纵观历史，许多神话和传说都不约而同地描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飞行器，以及古人们是如何利用这种飞行器进行长途旅行的，如古阿拉伯的飞天地毯、埃尔奎尔之轮、所罗门的魔法战车，还有印度的维曼拿等等。今天我们开个脑洞，乘坐印度古代的飞行器，一起探寻 Vimana 飞行器留下的故事。据印度古籍《吠陀经》的记载，在6000年前就已经有天外来客乘坐一种叫维曼拿 Vimana 的飞行器拜访了地球，并将制造这种飞行器的技术教授给了古印度人。虽然现在很多研究者都对维曼拿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人们说所的神，往往就是指这些飞行器上的驾驶员，而且正因为他们的到来，人类才得以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璀璨辉煌的文明社会。如古印度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就有提到，罗摩 Rama 一声令下，一辆华丽的战车就瞬间飞入云层中，并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还有比马 Bhima 乘坐他的维曼拿在空中飞过，留下长长尾迹，发出雷鸣般的声响，就像一个太阳一般，照亮每一个所到之处。此外，在关于航天航空科技的印度古籍 Vaimanika Shastra 中，对于维曼拿是这样描述的：这是一个靠自己力量来驱动的装置，它可以随意到达任何地点，甚至离开我们的星球。印度理工大学的拉加万教授 Dr. Raghavan 也曾指出，古籍中对于古印度出现的高科技飞行器的描述非常令人震惊，而这些飞行器使用了超过16种金属来进行制作，并且设计也是非常的精良，即便在今天都没有办法仿制。而对于拉加万教授的观点，印度科学研究所的克里希纳·莫尔蒂博士 A.V. Krishnamurti 也表示赞同，并指出，各种印度古籍里提到的航空航天技术，如宇宙飞船、飞机、宇航员等等，这些都是真的。通过对这些古籍的研究，我发现其实古印度人就已经知道了制造飞机的方法，甚至还可以让建筑物在天空中飞行，而这些所谓的飞行建筑，很可能就是模仿来自其他星球的宇宙飞船。在 Vaimanika Shastra 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这是一个以天外技术打造的空气动力飞行器。印度国际梵文研究院主任约瑟耶 G.R. Hosea 通过对 Vaimanika Shastra 的研究发现，维曼拿主要是靠来电力来驱动的，因此他认为这种飞行器很可能是使用了一种无限的能源。也就是说，在古印度人们已经开始在使用自由能源了。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中国的研究人员曾将西藏的一些写于数千年前的梵语古籍中送到印度昌迪加尔大学进行翻译，结果发现里面竟然有着关于太空飞船的制造蓝图。根据翻译的结果显示，这些太空飞船的推进系统是基于一种反重力技术，类似于轻身功的理念。人的内在自我存在着未知的力量，如果施展出一个足够强大的离心力，即可抵消所有的引力。而且有趣的是，印度的瑜伽修行者也是通过神秘的轻身功原理来使自己悬浮于半空中。主导这次翻译的鲁斯·雷纳 Ruth Rana 博士说，这些飞船上发动机被称为蒂罗尔 Astras， 通过这个发动机可以让飞船到达任何的星球。然而可惜的是，这些梵文手稿中并没有仔细讲述如何制造这个发动机，但里面提到了搭载这个发动机的飞船已经可以成功在月球和地球之间来回。此外，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也详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印度士兵们乘坐维曼拿来到了月球，并在月球上与阿斯温人 The Aswin 进行了一场旷世战争。虽然最终印度官方想把这些来自中国的梵文古籍给高价买过来，但还是遭到了拒绝，而且据说这些古籍中的部分资料已经被纳入了中国的太空计划。那么这些梵文古籍中记载的科学技术是否真的可以用来制造自由进行星际旅行的太空飞船？在印度古籍 Samarangana Sutradhara 中就有写到，要用轻便和坚硬的材料做成维曼拿的身躯，就像是一个用金属材料制作的飞鸟。它的发动机必须要在加热设备的下方，并有汞来为它提供能量，然后人们在里面就可以去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维曼拿可以进行垂直升降，也可以在空中左右水平移动。在它的帮助下，人类可以在天空自由翱翔，也可以让其他星球的生命来到地球。
还有在古巴比伦律法中也提到，能操作飞行器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飞行知识是我们最古老的遗产之一，这是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最好的礼物。所以由此看来，在古代人们是的确有成功制造这些飞行器的记载，并且还将驾驶这些飞行器视为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如印度历史学家卡尼希尔博士 D.K. Kanjlal 所言，古印度人曾经制造了3个飞行城市，一个飞往了外太空，对地球之外的世界进行探索；一个在地球的轨道上，以保卫地球；一个则在地球中，帮助他们去征服其他国家。如湿婆的箭其实就是象征安装在飞行城市中的一颗核弹，而这颗核弹的威力足以毁灭任何国家。究竟维曼拿的能源是来自哪？有没有可能是直接从大自然中摄取能源来保证它的运行呢？像一些古遗迹会不会是他们的加油站？有研究者认为，诸如印加人、埃及人、东印度人、玛雅人和其他古代文明的复杂石雕是具有特定目的的，而不仅仅是拿来摆设的，因为有研究发现，这些古文明遗迹的石头竟然是可以导电的，并且还带有电荷，所以它们很有可能是用来传输大量能量的。如吉萨金字塔就是古人们用来传递能源的最好例子，事实上它就是几千年前的一个特斯拉发电厂，通过收集地球的自然能量来生产出大量的能源，而这种能源可以说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只要地球不毁灭，就不会枯竭。像古印度人、古埃及人以及其他古文明都使用了这种能量几千年。总之，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古文明，会发现其实他们是比今天的人类还要先进、复杂的，而且今天的人类也非常难以再达到这些古文明的科技水平，纵使今天主流的科学不愿承认他们，只是将他们看作是科幻的而已。在欣赏完 Vimana 的飞行器后，您的脑洞开了吗？如果您是古印度人的前世，你会怎么做？就放心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吧。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个影片还不错，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并与朋友分享。但先别急着立即去制作 Vimana 的飞行器，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有趣的影片会陆续分享，等你观赏呢。你只需要关注我们的频道，或者告诉我们您想要看的影片，就可以尽情享受。持续锁定我们，大家一起开个脑洞吧。